係咁，網友，我停咗一輪，因為太多嘢講啦。咁今日開始講翻呢個民主嘅反思嘅第11講，其實係民主嘅困局嘅第2講。點解民主一樣咁難建立嘅嘢？嗱，我講一個更加深層嘅理論，講俾大家聽。民主其實係有兩隻腳，有兩隻腳。我講過，近代文明係有兩隻腳，一隻腳叫科學精神，一隻腳叫人權。冇咗呢兩樣嘢，冇近代文明嘅。科學精神，大家明白點解呢？點解冇咗人權係冇近代文明呢？人權嗰個人權啊，係令到每個人都受到保障，唔受壓迫，而將你嘅思想解放咗，係靠所有人發揮佢嘅創造力而創造嘅。近代文明係由少數人嘅創新所帶動嘅。如果你保護唔到人權呢，你保護唔到言論自由呢啲嘢呢，係冇近代文明嘅，而且亦都發展唔到咁密嘅咁大嘅城市、咁密嘅社會組織嘅。嗰個呢係造成無限量嘅人同人之間嘅衝突嘅。所以近代文明係有呢兩隻腳，就係科學對嘅。好啦，而民主呢係愛嚟保護近代文明嘅嘢，尤其是係保護科學精神。即係你唔可以咧就一言堂。我話俾你聽，呢一個政府最高權威話俾你聽，係太陽繞地球轉嘅，即係你可以做啲咁樣係冇科學精神嘅。科學精神就係不論權威，唔能夠訴諸權威，唔能夠訴諸多數，只能夠訴諸呢一個科學證據。呢個就係咁呢個，如果呢啲咁嘅思想唔受保護，又係翻去呢個中世紀嘅黑暗時代。咁所以人權呢一個科學精神咧，就係近代文明嘅基礎啦。好啦，民主係要嚟乜嘢咧？要嚟保護我哋整一套制度出嚟。呢套制度咧係經過呢個 Enlightenment 呢一個之後 ，Renaissance 同 Enlightenment 之後咧，佢哋用理性諗到一樣嘢出嚟，就係其實咧。我哋點解有個政府咧？就係回答呢個 fundamental 嘅問題啊！呢個結果咧，政府唔係應該為個國王而存在喎，冚家鏟即係死晒全部人，點解個國王關 Q 我咩事咧？即係咁樣，政府係為人民而存在喎，呢個係嗰個最重大嘅原則。咁為個人民嘅存在，就要為人民嘅幸福着想啦。點可以保護到個人民嘅幸福咧？就梗係我哋自己話事啦。即係個皇帝癲 Q 咗嗰時點算咧？係咪？因為個皇帝好好心，係啊，個皇帝可能好好心，但係個皇帝有可能癲 Q 咗，有可能有個好衰嘅皇帝噶嘛。嗰個權力係應該握翻喺人民嘅手上啊。咁但係個權力講嘅容易喎，個權力點握喺個人民手上咧？個權力握喺個皇帝嘅手上咧就好簡單啦。一個皇帝最後咪拍板咯，所有嘢。呢個我都同大家講咧，雍正最緊要嗰兩句說話係以一人治天下，非以天下洪一人。其實皇帝制度最後係一個人拍板管理全個帝國，而唔係用全個帝國嘅好嘢去養個皇帝，唔係嘅。皇帝就係嗰種責任，而唔係一種權利嚟嘅。好啦，咁但係咧，你要體現呢一種民主制度咧，就好大嘅困難。即係咧，你數以百萬計嘅人點樣可以作出一個決策咧？係咪啊？咁所以咧，其實嗱，我講俾大家聽，我哋而家結果磨合咗咁耐嘅呢一個英美帶頭嘅民主咧，就係佢係有兩隻腳嘅，一隻腳係產權，一隻腳係人權。呢兩樣嘢本身係互相衝突嘅。你首先要明白，嗱，我同你講過John Locke 地講過，點解要保護產權係絕對需要。你唔保護產權咧，其實就係一種奴隸制度，即係你做嘢做咗好耐，人哋可以搶咗你啲物質去嘅。咁於是咪等於同嗰條友做奴隸咯。所以產權係呢個 non-alienable 嘅 human right 嘅一部分嚇。而且咧，我講俾你聽。一冇產權咧，呢個世界將無財富喎，全個世界會窮到震喎。如果一冇咗產權，你可以想下，
即係如果大家做咗嘅嘢唔係屬於你嘅，咁有冇人做嘢咧？呢個就係呢個係問題。都有人做嘢嘅，為咗嗜好而做嘢，但係嗰個咧就係極少嘅，呢個係極少嘅。你做咗嘅嘢出嚟，你唔能夠享受。嗱，我再講個深啲嘅原理，嗰個點解產權係不能夠否定，就係因為呢個比較少人講嘅，我講俾大家聽下，就係乜嘢咧？就係咧，我哋呢個世界有啲嘢咧係好穩陣，有啲嘢咧係好冒險嘅。當你去做一啲好穩陣嘅嘢，咁當然啦，咁你將錢存喺銀行，咁係有3% return。同樣你一生嘅 career 去投資，我去做教師，我去做公務員，咁咧你好穩陣，咁咧你係唔會發達，係咪？你要明白，我哋需要有啲人啊去 take risk， 佢一 take risk 嗰時咧，佢係會傾家蕩產嘅。我舉個例俾大家聽，喺互聯網時代或者 AI 時代創業嘅人1萬個、10萬個，結果跑到幾多個出嚟係做到 Google 嘅咧？係咪死咗無限量嘅人啊？要成功一檔咁嘅嘢咧，係企喺無限量人嘅屍體上面嘅。咁嗰個嘢點解要咁做咧？我問下大家，因為佢會贏大錢啊嘛。佢贏嗰刻嗰個獎品係好犀利先得嘛。如果贏咗，你又唔俾佢贏大錢，你只不過咧又俾翻份公務員嘅人工佢，就冇人做呢啲創新嘅嘢，冇人做冒險嘅嘢。而個社會整體嘅財富係會大幅度減少，而整體人民嘅福祉會大幅度減少。所以咧，我哋一定要保護產權，而保護產權最後係唔可以學何錦麗咁講，係所有人 end up in the same place， 嗰個叫大家呢個就係叫 equity， 即係最後大家享受嘅嘢差唔多。如果最後大家享受嘅嘢差唔多咧，就冇人去 take risk 噶啦。係嘛？所以我哋一定要容許某種情形嘅貧富懸殊嘅存在。如果個貧富懸殊最終係唔存在，即係冇人會去做呢啲嘢，而大家嘅財富都減少。但第二方面，我哋嘅第二隻腳就係人權。點解啊？因為我都講過，人權就係近代文明嘅基石啦。你最後我咪同大家講過。無論 John Rawls 或者阿 Sandels 都係咁講。如果你個貧富懸殊太過嚴重，即係一套社會制度係唔能夠令到最弱勢嘅人能夠得益咧，你個社會咧就會解體噶。我點解要服從你先得噶？係嘛？咁嗰個社會就解體噶。咁所以我哋又唔能夠令到嗰個貧富懸殊太過嚴重咯。咁你點樣令到同埋咧，我講明白俾大家聽，點解要based on人權咧？點解係一人一票咧？古往今來，我哋試過無數嘅方法。聰明嘅人讀咗書嘅人先至有票，又試過；有地嘅人又有試過；有錢嘅人、納稅嘅人有試過。係冇一樣嘢係公道嘅。到最後 dispute 得最少嘅嘢就係一樣嘢，就係每人都係有一條命，你知唔知啊？即係如果死起上嚟咧，大家係 equal， 係咪啊？呢樣嘢係 equal 啊嘛，每個人嘅生命對佢嚟講都係咁珍貴噶嘛，每一個人嘅生命都係咁珍貴，所以每個人都係得一次生存機會，每個人都要為佢嘅有佢 keep 住佢生存嘅權利，所以喺呢度係一人一票，係冇得 dispute 嘅。到最後，因為最後有啲作出一啲 decision 係生死嘅 decision。而生死嘅 decision 只能夠 based on 一人一票嘅基礎。以前咧呢個基礎咧就係點解歐洲會發生即係羅馬時代咧嗰啲 citizen 同 non-citizen 咧都係唔同冇票噶嘛 non-citizen。後來點解呢個發明咗 equality 出嚟咧？就因為咧佢其實來自基督教嘅思想。基督教咧就係所有人都係神嘅子女嚟噶嘛。你係咪啊？耶穌基督咧係the first would be the last and the last first 啊嘛。所有人係冇分別噶嘛。呢個葡萄園故事，然後咧就係耶穌基督話點解嗰啲人問耶穌基督你咁愛啲罪人？耶穌基督話一個牧羊人啊，如果有隻羊唔 Q 見咗，佢好辛苦揾翻隻羊翻嚟，佢會最錫邊隻？一隻最錫
變咗錫啦，所以佢係錫愛罪人多過善人噶嘛。呢一個係所有人都神嘅子女。而家今時今日咧，我哋有第二套嘅理由，終於發現其實係呢一個一人一票，人人平等係最合理嘅，就因為我哋嘅 DNA 差異咧係少到 negligible。你以為差好大分別嘅嘢，其實從 DNA 嘅角度、遺傳角度嚟講，真係每個人咧都係差0.幾個 percent，個 variation 喺粒在0.3個 percent 入邊嘅啫。你嘅 inborn 嘅嘢就係好啦。嗱，我又要講呢兩套制度本身係衝突喎。你要明白，我哋不停喺呢兩點解呢個19世紀、20世紀以來呢兩套 system 係互相衝突，因為產權係你一定要維護產權都刻咧。如果產權係神聖不可侵犯嘅話咧，咁有啲人咧就可以做到好多錢出嚟。有啲人咧，我係神聖不可侵犯，你唔可以抽我稅，咁有啲人咪餓死咯，係嘛？但係一講產權，佢就會造成，而佢就即係佢係因為人會賺到幾多錢咧，好多係運氣，佢於是咧就一定係有 inequality。但係冇產權咧，呢個社會咧就冇財富。另一方面咧，一講人權嘅咧，佢就有個 populist 嘅因素，就係想平均分呢嘢係。如果你梗係窮人多噶嘛，咁一投票咪平均分咯。一平均分，個社會就窮。你見到拉丁美洲不停喺呢個衝突入邊。我哋由19世紀社會主義革命都係呢兩種衝突。究竟嗰個社會嘅分配究竟應該如何？第一就係社會財富嘅分配究竟如何？喂，所以話共和黨一上台咧就係減稅，減稅咧就係有錢人有利；民主黨一上台咧，工黨咧就加福利，加福利咧就窮人有利。一加福利咧就對有錢人不利，對有錢人不利唔緊要，有錢人少，但係有錢人走 Q 晒，咁於是咧窮人都大波，即係佢成日喺呢個矛盾度徘徊。呢個就係要學識呢一個克制咧，就係好緊要。即係有錢人係不定一定要能夠接受一個 distribution， 令到窮人都得到個合法嘅利益，而窮人亦都唔可以有個強烈嘅仇富思想，最好搶晒佢哋打土豪分田地分 Q 晒佢哋啲錢。喂，你要學識文明係呢兩樣嘢嘅必須要存在，而係做出一個 balance 出嚟啊，就好困難嘅。即係個 balance 就係呢個財富嘅再 distribution 係必須嘅，呢個財富嘅 distribution 嘅必須係可以去到乜嘢程度？乜嘢叫做合情合理地抽稅同埋攞你一部分你嘅資產嚟到 redistribute 同埋俾福利呢個窮人咧？呢個已經係一個極大嘅困局。而咧，我話俾你聽，經常喺南美呢啲地方咧，你就見到喺呢兩翼度迅速地徘徊。一係咧就係哇，忽然之間就右翼上台，就變咗咧就完全自由經濟；一邊咧就係左派上台，就係分佢哋啲錢啊，或者國有化。呢一樣嘢咧，如果唔能夠平衡咧，就好大鑊。而家仲有唔止係錢嘅，而家近代嘅新馬克思主義仲要講地位啊、話語權啊呢啲咁樣嘢。點解 wokeism 咧？其實咧就係講話語權嘅，你哋要明白點解佢哋唔准你哋講呢個種族歧視嘅説話呢咁嘢咧？就因為佢哋咧就覺得有權勢嘅人掌晒啲話語權，呢個社會唔平等。但係 anyway， 呢個係一個煙力嘅衝突。如果唔學識 compromise 同埋接受對方咧，嗰個民主社會係經常陷入不停嘅動盪之中嘅。好啦，我哋遞出呢本嚇大起大，而家開始預訂嚇大起大落的皇帝呢個朱祁鎮。明朝咧一共有16個皇帝，開拓有名一代豐功偉績嘅太祖同成祖固然係值得史家大書特書啦。但我呢本書其實第3本啊嘅重點係放喺明朝嘅第6個君王英宗朱祁鎮，因為我認為佢係歷史上最傳奇嘅皇帝。大家聽下點解話係最傳奇嘅皇帝呢？
中國歷史上從來未試過有一個咁嘅皇帝。佢在位嗰陣時，正值國力鼎盛，而佢呢喺一場親率50萬大軍嘅土木堡之變嘅戰役中慘敗，俾北方嘅瓦拉索夫脅迫着佢周圍流徙，好多次呢索取贖金喎。按理說，佢大有可能咧死於戰亂，但係呢，就算能夠偷生，從此呢都應該一蹶不振，名字淹沒於歷史嘅煙雲之中啦。但令人驚訝嘅係，1年後佢竟然被釋放，踏上故土。回國後，英宗俾細佬景帝封為太上皇，軟禁於南宮長達7年，爭啲冇命。景泰8年，景帝病重，有人藉機發動政變，擁立佢重登帝位。奪門之變之後，佢第2次登基，年號天順，接住又執政咗7年，前後在位22年，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2次登基嘅皇帝。從上面嘅簡述，大家是否有同意佢歷史上最具傳奇色彩嘅皇帝呢？咁啊，大家可以預訂喎。2025年2月就寄出啦，呢個本書係。咁呢個呢就係空郵嘅價錢啊，台灣就484蚊台幣，呢個已經8折咗噶啦，呢個就係8折咗噶啦，呢個就係。咁就係包埋郵費，呢個包埋郵費，本書8折咗噶啦。咁最貴就係歐洲2000即係500蚊到，美加400幾蚊到，呢個係。嗱，你哋預訂我先，你預訂幾多印幾多㗎？又有親筆簽名嘅，呢個係。咁又有平郵我一定就住大家個荷包嘅，需時40日，由寄出日期開始算，實際時間嘅郵遞而定，有寄失嘅可能嚇。英國美加最遠嘅平郵價錢，呢本書都係752蚊啫。咁咧呢個就係、我相信你哋應該儲齊一套明朝歷史啊。呢套係我覺得我真係睇晒街道上一本寫朱元璋，冇人寫得好過我，冇人寫得好過我，包括嗰啲歷史大家唔係。仲有我要提一提呢本書呢，我係同我妹妹合著嘅。我好開心，我哋2兄妹合著嘅。我個妹叫蕭若碧，佢幫我好細心考究同埋整好晒啲文字。